提到黄金左脚，大部分人第一反应肯定是足球。前有马拉多纳、罗伯特卡洛斯，后有梅西、哈兰德，无一不是擅长使用左脚的现象级球员。但在 F1 也有一个人，他的左脚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灵敏的感知，擅长在直道末端通过晚刹车去超越对手。哇，贴的其实非常近的时候才抠头，极限状态之下的一个刹车。可能有人觉得晚刹车是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上我也行，结果就是。即使是 F1 车手，也不是谁都能轻易用好这一招的。世界冠军维特尔想用晚刹车超越汉密尔顿的结果就是，我说别乱来呀！我过去了。哎呀，不能乱来呀！而今天要讲的这位车手，他能将晚刹车这个技巧发挥到极致，从而在赛道上完成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超越。每次看他的操作，你会发现刹车力度和超车时机都被拿捏的恰到好处。红牛赛车在他的操控下屡屡游走在极限的边缘，因此人送外号黄金左脚。而这只是他众多绰号里不太出名的一个，他就是天性乐观，喜欢搞怪，1分钟不笑就不舒服的澳大利亚车手，绰号大牙卡带牛油果的丹尼尔·里卡多。里卡多曾被誉为明日之星，早期展现出的天赋甚至高于4冠王维特尔，是红牛青训的得意门生。10年还在跑雷诺方程式的大牙，就在亚斯码头赛道的季末测试中，驾驶大红牛赛车跑出了比维特尔还快 1.3 秒的单圈恐怖成绩。这样逆天的表现，直接让其晋升为红牛2队的替补车手。而在2014年进入大红牛后，更是在第1年就成为年度季军，仅次于梅奔的汉密尔顿和罗斯伯格。而在维特尔宣布前往法拉利后，大牙理所应当的成为了1号车手，肩负红牛冲击世界冠军的重任。可以这么说，如果没有维斯塔潘，里卡多将成为打破梅奔统治局面的那个人。18赛季的队内争斗过后，里卡多选择了离开，这一决定现在看来是双输的。澳大利亚人高估了自己对其他赛车的把控能力，红牛车队则是低估了其他车手对2B 赛车的不适应程度。里卡多在离开红牛后几经易主，成绩却越来越差，虽有21年分站冠军的惊艳表现，但那也只是流星滑落前最后的余光了。22赛季结束，迈凯伦提前解约，里卡多失去了正式席位，而为了继续留在 F1， 他回到了大红牛担任替补车手。这是他回到大红牛后与领队霍纳的合影，他笑出了获得世界冠军荣归故里的感觉。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被开除受刺激才这样，他是天生的乐天派。这是里卡多刚出道时上领奖台的照片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但随后赛车被查出燃油流速不合规，赛会取消了里卡多的成绩。按理说应该笑不出来了吧，不说很难过，至少也得郁闷2天。但收到消息时的他仿佛笑得更开心了。我们再看一下他在医院扎针时的状态，疼得很厉害，但依旧笑得很开心。看来保持微笑与黄金左脚都是里卡多的招牌，而他不仅喜欢自己微笑，还希望将这种状态传递给自己身边的人。因此他还喜欢搞怪，喜欢恶作剧，像一个3岁小孩。当马丁车队拍大合影时，卡3岁不请自来，强行入镜，惹得众人发笑。正常人交换头盔是这样的画面，而跟里卡多交换头盔变成了这样。而卡带最出名的表演则是在其他车手采访时跑过去打断他们，一开始只是扮个鬼脸，最多喧宾夺主，美言几句，但等车手们习惯之后就逐渐离谱。车手们接受采访时会遭遇突然袭击，甚至有时候会飞来一个网球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里卡多 F1 带来的欢乐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车手之间的关系并非都是水火不容、剑拔弩张，同时也给这个金钱为王、利益至上、不讲人情的商业运动带去了一丝温情。这个意义远比他32个领奖台和8个分站冠军要更大一些。当然，里卡多还带去了臭名昭著的薛毅，他不光自己喝，还能让别人跟着他一起喝，可见里卡多的感染力之强，历史独一档的存在。当然，大牙也有不笑的时候，在一场有压力的比赛开始前，或是在一场比赛失利后，可能在更多没有镜头对着的时候，里卡多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如此爱笑。有人说过，越乐观的人其实越悲伤，这是因为他们更希望分享，更希望被接纳。这番话有一些道理，但我更倾向于里卡多的笑，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谁的反馈和接纳，而是因为他真的感到开心。如今的澳洲大牙成为了红牛的替补车手，爱笑搞怪的性格非常适配红牛的文化和品牌调性。既然已经每天搏命了，不如笑看人生。不管如何，明年的里卡多将不会出现在20个正式车手名单中，但幸运的是他还在 F1， 我们还能看到他的笑容和更多搞怪镜头，甚至恶作剧。对于里卡多和喜欢他的人来说，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。
一切都已改变，新的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。